其实我心里有答案，你们应该也有了吧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。后面的事情让我自己查吧。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没有必要让自己面对最后这个过程。我送你回造船所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学会开车了，今天换我送你。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自己把车开进去。夏远生，你什么时候回江阴？明天。回去吧。队长说的对，你没有必要自己面对这个过程。我也有哥哥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会一样的。就算彭记者猜测是对的，你哥哥真的参与了这件事，那也是你的家庭，不是你。
我今天就要跟着电雷学校回江阴了。学校接收了一批新的鱼雷艇，我们要把鱼雷艇开回去。明白。回去好好训练。回去之后，我准备请假回南京。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，我哥哥真的参与了那件事儿，也收了李健直属的钱，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，还有票据。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放在侍从室的办公室，他的家里有书房，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。等我回到南京的家，我就来上海跟你会合。你来找我，是想告诉我你还要继续查下去？对，彭记者只是推测，而我要亲眼看见证据。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们交易的证据，否则我……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？就拿乌纱来说，乌纱是非常重要的军工原料。中国的乌纱产量丰富，而日本的产量却很低。日本策动乌纱的走私，既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，又可就近陷入生产困境的日本军工业。这么做一石二鸟，是在给敌人输血。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，他也一定清楚。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在做这种事。可是乌纱矿是国府军工部门的监管与控制，如果没有官员的参与与包庇，这些矿物是不可能运到日本的货船上的。昨天我从彭记者那个地方回到造船所，我坐了一晚上。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正好，我知道你只想当一个好警察，不问政治，但我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，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清楚。发表八一宣言的共产党也清楚，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清楚。不，他们清楚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之前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邓明远的人？你认识他？不只是认识，邓先生对于我来说，就像是启明星一样的人。5年前，我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，然后从奉贤渔村到了上海做警察。
有过踌躇满志，也有过万念俱灰。在我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警察的时候，认识了当时还在江南造船所的邓先生。是他让你坚持下去的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很灰心，觉得公安局里的警察并不是我小时候梦想成为的那种警察。是邓先生一直鼓励我，他让我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？当时我问过老师，他没有告诉我答案。邓先生说，走私无异于自杀，是包着蜜糖的毒药，吃得越多死得越快，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。国民政府走到今天已经无力正本清源，当初跟着先总理北伐的那些战士，如今变成了政客、财阀。人民生活无照，官员却在巧立名目，化国为家。这既是蒋个人的悲剧，是整个国民政府的悲剧。所以我理解邓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。因为他想和他的同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。正好，我知道。你想问，我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警察，只是偶然被邓先生的星光照亮过而已。计划什么时候回南京？后天。这个月30号。好，如果有消息，30号晚上10点打57331这个电话，这是我家附近电话亭的电话，我在那儿等你消息。好。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。我会在上海继续查下去，毕竟那是你的家人。没什么不方便，等我电话吧。好。就是这里。
法租界一共有3栋楼里面有救国会的安全屋，这就是最后一栋。先生，我们是啤酒公司的，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几款新产品，想到您这儿拉拉客户，要是能卖得出去的话，提成也有您的。不知道方不方便看看您这儿的访客信息？哎呀，稍等啊！好，这客人呢，登记了我的钱。谢谢。看到房子中介啊，再查查。这公寓平常也不少住人吧？还行，还行。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些传单，您这儿来来往往的，也帮我们散一散。多谢多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您这也挺辛苦的啊。早上收到你的警告通知，我就马上和救国会负责人见了面。他们也发现最近有些异常的情况。救国会在法租界的几栋公寓里租了房子安全房，还给了门房酬劳，说只要有人来调查这些公寓，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。最近2天，已经连续有3栋楼的门房汇报说，有人在调查房东的信息，包括了彭记者和彭太太住的那一栋。知道什么人在调查吗？自从日本军方施压之后，针对救国会的秘密控制就越来越多。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复兴一社特务处，这些都有可能。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查的房东姓名？跟门房打听，还有去法租界的中介调查。我来想想办法吧。可能通过警务处找到房屋中介，能知道对方的名字。你马上联络救国会，带彭记者彭太太换个地方。好。老乔说过，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统战救国会。如果这一次，我们可以帮助救国会曝光彭记者的遭遇和他们发现的秘密，不仅能警醒民众、威慑国民政府，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统战的目标。但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和救国会是没有办法完全曝光出去的。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。什么计划？想要组织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，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建直属的货船，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；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，影响越大越好。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，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，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。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。对，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，最近从50改到了15。15瓦，信号这么弱，能联系上吗？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了我就开始工作，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，0点到4点。我们现在只能兵分3路，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干嘛？这段时候陈梦玲照顾我，感谢啊。
我们都是救国会的委员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多加小心。你人有问题吗？没事。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。是的，我在中介上查到，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。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，现在可以肯定，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。我通过同样的方法，在法租界另外2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2间安全房。不久之前，有人用过。另外2间房子也一样，派人盯着。必须盯。华珍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？救了人，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。你派人盯着，任何人进来，马上通知我。魏先生，我们这样撒网，范围会不会太大了？一点都不大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跟共产党已经斗了6、7年了。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，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。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。怎么了，魏先生？不对，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，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。最近吗？应该是。那您想想，来特务处之前，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？裁缝铺，我在裁缝铺见过那个女的。先生，说来跟您打听一下，刚刚有没有一个戴帽子、戴围巾的女的从这里走出来？差不多这么高。好像有一个。你确定她是从这栋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吗？我们做门房的，整天就是看着你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。跟他在一起的好像还有2个人。她住哪个房间啊？这就不知道了。
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。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，现在又出现在救国会的安全屋附近，这怎么可能是巧合？抓他回去什么？啊不，他只是线头，最终的目标是要牵出华珍。那条心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对了，爸爸，后天就是1号了，我要去趟吴淞口。生意上的事不要问我，自己处理就行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你弟弟这回去上海一切顺利？顺利。上次抓他那个人还在找他麻烦吗？你说为那钱啊，他早都被开除了。您放心吧，他在上海的麻烦我都解决了。我刚才听你跟你爸爸说，你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安排什么呀？这个您就别操心了，别管了，我都会处理好的。莲儿，你知道，我对你弟弟一直心有亏欠。从小到大，你始终有我和你爸爸带在身边，但是真儿没有。你对你弟弟的事情从来报喜不报忧，我也不多问了。但是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要记着，他是你弟弟。知道了，妈妈，你放心吧。只要他跟共产党没有瓜葛，没有人敢动他。二少爷回来了。来，趁热，先喝点汤。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学校给我们放假，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。我哥呢？他不在南京啊，昨天刚走，去上海了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啊，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。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？我给他打电话。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，不在城里。快喝汤吧，都凉了。好。二少爷，您要用大少爷的书房吗？我先看会儿书，一会儿再进来打扫吧。好的。
19万6千元；7月1日13万元；9月1日13万9千元；11月1日12万3千元；2月1日16万2千元；5月、7月、9月、11月。我是陈浩。我看了我哥的账本，每2个月的1号这一天，他会收到一笔入账，数额很大。按照这个规律，下个月的1号，也就是明天，他现在去了吴淞口，我估计就是彭记者替他那事儿。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，彭记者当时在16铺码头拍到的那艘兴隆丸号日本货轮，下个月6号会在16铺码头进港。1号交易，6号中船，时间正好对得上。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，明天出发去吴淞口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我一生去过常回顾，若使其事了，便归乡土。如今国将不国，乡土也难为乡土。我深知这一切对画家意味着什么，可大厦将倾，一目怎复？国难当头，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，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。究竟是谁在救国，又是谁在害国？1个星期之前，日方相互施压，要求解散救国会，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。确切的证明照片3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。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。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。另外，向远生也决定继续查下去。他已经出发去吴淞口的路上了，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。向远生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。我
我以为他会停手，那毕竟是他的家人。但他很坚持。他说抗日不应该是政治。他还知道我们的八一宣言。八一宣言发表之后，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、以治抗日的主张。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，一定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。他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才做了这个决定。上级给了我任务，让我观察香尾山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统治。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，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。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，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，发展他加入我们。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？对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当初邓先生用他的星光照亮我也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，给他一些希望。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。另外，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都是理想主义者。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、所有人被打散的至暗时刻坚持下来。组长发展你，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，也因为你值得。作为地下勤工，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，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小月，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块儿去趟仓库。这么大雨，你手还伤着，你在家等我吧，我去打扫了就回来。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，刚好我也想去收拾收拾仓库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哪有那么着急啊？还要等你从金山卫拉货回来，才能跟你商量看仓库的事。我早点去收拾仓库，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。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，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，这也不是事儿吧，是吧？知道了，走吧。记得关门啊。徐伯伯是不是不在呀？我看他管的1号仓库，窗户也没有关。他放假了。哦。前段时间有人租了1号仓库，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。经理让徐伯伯这段时间先不来了。行，那咱干完这点活，也帮他那个关了吧。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，全靠徐伯伯介绍。他那点活淋湿了，他也得扣工钱，不是？行。这雨下这么大，里边的货肯定得淋坏。仓库有人吗？有人吗？1号仓库有人管吗？哎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上去检查一下。你小心点儿。没事，你不用上了，我自己就行。慢着点儿。啊。小心点儿。
有个箱子掉了。慢着点儿。整片大地充满光明，又怎会期盼闪耀的星？藏些许微光，人间流浪，写温柔的诗，清风吟唱，满天散落的星辉，无言把彼此路照亮，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他走过彷徨，前往远方，他踏着月光，寻找方向。风吹散孤单，又吹来无常。夜终将过去，黎明又明朗。满天散落的星辉，无言把彼此路照亮。每颗心都无恙，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